大家好，我是张琳。这个呢是华硕和初音未来联名的一个音乐盒。前两天我正好刷到了华硕他们官方发的一个这样子的广告，就是一个华硕联名初音豆的一个音乐盒。那看到这个广告之后呢，我觉得好奇怪啊。那首先呢，看他们的演示，我感觉这玩意儿就是一个9块9包邮的玩具，然后换了一个壳，并且我还觉得他们这个弹奏的选曲。至少我认为，如果他们的宣发懂迷谱的话，是不会选择一个曲子的。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玩意儿的一个售价，这个东西居然要259元啊！但我觉得这个包装盒还是挺好看的，至少我作为一个初音的粉丝，我觉得这个盒子的外观就已经值了一半了。那我们就姑且当做它的售价是130元，然后我们拆开来看一看，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。哇，这个包装盒确实做的挺精致啊！你看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明信卡片，哇，哦，这是一个说明书。我感觉这个信封它本质上也能当做一个骨子。这是一个数据线，那你先放一边，然后来看一看它的本体。哎，这玩意儿就已经开机了吗？哦，哎，有一说一啊，在拆这玩意儿之前，我本来是做好了喷它的打算的，所以这个做工其实看起来也还行。这个喇叭看起来像是电脑里面拆机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音质，说实话，感觉比他们的宣发视频里面要好一点。这个呢是一个9块9的音乐盒，这个是259元的音乐盒。我们来听一听音质的区别如何。来，一起听一下。虽然说半斤八两，但是这一个259元的低音确实要好不少。看完实物之后，确实没有那么想喷它了。但是它卖259元，其实并不是觉得它卖的太贵还是怎么样，而是我觉得都到这个价格了，应该再多做一点点定制化的内容，比如说把这个琴键换成一个初音未来的声音。毕竟我们都知道，初音未来它是一个虚拟歌姬，而作为一个音乐盒呢，它又是和音乐这个东西本身绑定在一起的，所以我觉得单纯只是做一个样子的外观，还是有一点诚意不够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的给它进行一个拆解，来看一看里面的做工到底如何。哦，这就是庐山真面目了，这是它的做工，里面是有一颗1000毫安时的3.7伏电池，然后和2个应该是笔记本里面的喇叭，喇叭的型号是 AMY3020B，小伙伴们可以去查一查，看看是不是电脑里面的型号。整块 PCB 上的线都是用这种座子固定的，并没有说用那种焊接工艺。不过这个 LED 灯上的焊接好像没有把那个焊油给洗掉，所以说上面有一些这种焊油的痕迹。不过这种问题倒是不大。我们继续拆解。哎，我突然发现它的这个轴用的是可拔插的设计，也就是说上面可以换你自己喜欢的一个轴体。这就是整个 PCB 的背面了。这个灯呢，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白色或者说暖白色的 LED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把它换成像迷糊的冰蓝色或者说蓝绿色。那最后既然拆都拆了，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下我的传统异能，给它进行一些改造。接下来我们将阵地转到实验室。首先第一步是要把这个主板给替换掉，我们将它的所有排线全部断开，然后把螺丝全部拧下，直接把这一块板子给它取下来。不过我有一点舍不得直接在这个键帽上面焊线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原键帽全部给它先拆掉。
然后换上我自己的这些键帽，这都是轻轴。OK， 新的轴体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原厂的 Type C 给它去掉，因为这个原厂 Type C 它是只能供电，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的。我们给它换上一个带数据传输功能的 Type C， 到时候即便是把这个原主板装回去，这个 Type C 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供电。我们用这一根线连接所有的键帽，来作为一个公共地。这玩意儿就是我们要换上去的新主板，也是一个 Heat 模块，然后里面已经写好了每一个键位的键值。我们先将它连接这个 Type C，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公共地连接到这个 Heat 模块的 GND 上面。接下来我们给每个按键依次上漆，然后我们依次连接每一个按键。我们把键帽依次给它装回去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剩余的螺丝全部给它打上去。接下来就是展示时间，我把这个音乐盒里的 Heat 模块和这台手机做了一个绑定，并且在上面运行了一个 Mixtape。刚刚我们不是建议华硕把这个音乐盒的音效改成 Miku 的音效吗？虽然不知道华硕会不会听，但是我先搓出来给你们看看效果如何。按下这个按键之后，就会有 Miku 的nha nha nha的音效。当然，除了这些娱乐性的东西之外，我还做了一些功能性的东西。比如说按下这个1就会打开 WPS， 再按一下则是关闭；2是打开网易云音乐，然后再按下是关闭；3呢是打开飞书，再按下则是关闭；4则是打开浏览器，也是再按下关闭。像我这种牛马只需要上班的时候，1、2、3、4就可以把所有的常用软件全部部署好。同样，下班的时候也只需要1、2、3、4就可以把这些软件全部关掉了。我们频道虽然和华硕没有建联，但是我认识一些华硕的员工，他也问了我一些关于这次联名产品卖的不是很好的看法，详情可以去看看我的动态。我自己呢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买初音未来联名产品的人，像索尼初音的手机，还有小米初音的手机。但华硕里面的这个音乐盒，我感觉就只是做了一个外观和包装。当然他们的外观做的确实很好，这一点没得喷。但你看像索尼那个初音的联名手机，系统中有大量的初音未来元素，包括但不限于 UI 界面和定制音效，还有小米初音的那个 Live RD 初音主题和周边配件。当然不是说华硕没有抠这些细节，而是抠的太少了。比如这个耳机，我觉得完全可以给它加一个米库定制的7.1声道开启音效，以及这次音乐盒我提的一些建议。然后呢，就是那个联名主板的开机音效，就是那个你好，我是初音未来。虽然华硕在软件方面确实做了这些联动的细节，但是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别人发的一个展示视频。反正我是没有分辨出来那是初音未来还是米老鼠。建议华硕下次联名把开机音效改为类似于这样子的声音。对了，最后再表扬一下华硕给主板的 BIOS 也做了一个初音未来的定制主题。这期视频也算是给华硕提的一些小小建议。那希望明年的联名可以做得更好。